支線任務也有價值，神看重每一步。別小看那些看起來不重要的事，它們可能正是你生命主線的關鍵轉折。有沒有玩過那種開放世界的手機遊戲，像是《原神》、《劍與遠征》或《天堂 M》？主線任務當然最重要，關乎整體劇情推進，但你有沒有注意過，手機裡總是有一堆支線任務，幫村民找雞、跑腿買草藥、撿寶藏送給一個無名 NPC。有時你會想，這到底有什麼意義？能不能略過？可是有一天，你完成了一個看似無聊的支線後，竟然觸發了隱藏劇情，甚至解鎖了一把全遊戲最強的武器。那一刻你才發現，原來那些你以為沒什麼的小事，其實關乎整個故事的深度與力量。在人生裡也常常如此，有時你以為只是幫助了一個不起眼的人，只是默默在角落服侍，只是多問了一句你還好嗎？但在神的眼中，那些不是支線而已，是他最看重的一步步關鍵行動。軍旗是外送員，有天接到一筆單，送到一棟偏遠的公寓，天氣很冷，電梯還壞了，他得爬7層樓。他氣喘吁吁按門鈴，門一開，是個眼神渙散的中年男子。他接過食物，軍旗說了句：外面好冷啊，你還好嗎？那人點點頭，突然問：你介意陪我聊個天嗎？軍旗遲疑了一下，平常他送完就走了，但那天他心裡一動，好啊，反正下班了。聊了半小時，那人突然說：我本來今天想自殺，因為覺得沒有人會在乎我，但你問我還好嗎的時候，我突然不那麼確定了，也許還有人會關心我。那天之後，兩人成為朋友，後來他也走進教會，生命慢慢恢復。軍旗回想那天說：我只是做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支線任務，但神讓它變成了主線的神蹟。聖經裡也充滿了支線任務，我們總以為聖經裡的主角都很偉大，任務都很高端，但其實很多神蹟與計劃的開端都是從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支線開始的。摩西，他不過是在曠野牧羊時，繞到曠野另一邊，看到了一顆燒着卻不燒毀的荊棘。那只是個順路看看的小行動，卻成為神呼召他的開始。路得，他只是去田間拾取麥穗糊口，那是貧窮人可憐兮兮的日常，卻剛好遇上波阿斯，改變了他的一生，也成為彌賽亞家譜的一部分。撒瑪利亞婦人，她只是在中午去打水，那是女人們避開的時段，她大概只是想安靜一下，不想面對人群。但那天她遇見了耶穌，你看見了嗎？神最偉大的計劃，往往從我們覺得只是例行公事的支線任務中悄悄展開。神不是只看你完成了什麼，更在乎你走的每一步。遊戲設計師會告訴你支線任務的存在，讓整個遊戲世界更立體、更有溫度。主線是大方向，支線是深度。主線告訴你發生了什麼，支線讓你知道你為什麼重要。神創造你，不只是為了完成幾個任務，而是要你在每一個選擇裡活出他的性情與愛。在馬太福音25章，耶穌講了一個比喻：我餓了，你給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給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留我住。門徒問：我們什麼時候有這樣做？耶穌說：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你有發現嗎？耶穌稱那些給水、給飯、接待的小事，等同於服侍他自己。所以
你以為是支線的生活細節，神卻看成關乎永恆的福事。你現在不明白的那一步，未來會讓你感謝當初的自己。有時你會問，為什麼我在這份沒前途的工作？為什麼我在教會只是在場地布置、接待、倒茶水？為什麼我的生命看起來毫無進展，只像在旁邊繞圈圈？但如果神設計人生像一場超大型開放世界遊戲，那麼你現在的每一步都是在建立角色的性格，提升屬靈等級，累積關鍵資源。你以為只是站崗，其實在神的劇本裡，你正為未來的主線鋪橋搭路。佩珍是一位害羞的姐妹，她不太敢講話，也沒什麼才藝。每週聚會後，她默默留下來打掃、收椅子、幫人擦桌子，持續了3年。有一次，教會一位姐妹突然情緒崩潰，原來她家中出了大事，不敢跟別人說，竟然不是去找小組長、傳道人，而是跑去找佩珍。她說，因為我覺得你是這裡最溫暖、最有愛的人。你看，她看似一直只在做小事，但神卻在她身上建立了一種不可取代的信任感。結語，支線是你跟神關係的細節累積。我們總想快轉人生，只追求主要目標與顯著成果，但神更看重的是，你在看似沒什麼的時候，是不是仍然選擇忠心？是不是仍然活出他的性情？遊戲可以攻略，但人生不能跳關。而在信仰的旅程裡，每一個你願意為主走的支線，其實都算數，並且會在未來某一天開出意想不到的美麗結果。